如果說10年後你手機裡面的大部分 APP 应用可能会消失，你会怎麼想呢？听起來有點离譜，畢竟過去20年整個互联網的发展方向都只有一個，那就是開發更多的軟件，更多的 APP， 更多的平台，更多的入口。從最早的门戶網站到後來的移动端，再到後来的 App， 比如说微信、淘宝、TikTok、Facebook 等等的各种程序应用，从吃穿住行各个方面，我们的人生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软件包圍。你打開手機，10幾個 APP， 上百個功能，數不清的賬號密碼。但如果你認真去觀察過去2年 AI 的發展，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， AI 正在做的事情並不是創造新的軟件，而是繞過軟件。這可能是未來25年最容易忽視的，卻是最重要的一場變革。凱文·凱利在未來10000天的可能中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，就是未來最大的變化不是 AI 變得更聰明了，而是人與技術交互的方式將被徹底改寫。今天這期視頻我們就來聊一個大膽的問題，如果未來軟件真的消失了，那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？很多人覺得軟件是理所當然的存在，但實際上軟件只是人類與機器溝通的一種妥協方案。什麼意思？假設你需要訂一張機票，那你應該怎麼做？你需要打開 APP， 輸入出發地，輸入目的地，選擇時間，選擇航班，對比價格，填寫乘客信息，支付。整個流程看起來很正常，但是問題來了，你真的想做這些操作嗎？其實並不想。你真正想表達的只有一句話：下周3幫我訂一張從新加坡到上海的最便宜的商務艙機票。而剩下的所有步驟本質上都是軟件要求你配合它完成的工作。換一句話說，這些複雜的操作界面、按鈕、菜單、搜索並不是因為人類喜歡，而是因為過去的計算機無法理解自然語言，所以人類只能去適應機器。過去幾十年，所有的軟件都建立在同一個邏輯上，人學習軟件，而不是軟件學習人。互聯網時代有一個隱藏的規律，每解決一個問題，就會誕生一個新的 APP。想聊天有微信，有哇塞；想購物有淘寶，有亞馬遜；想打車有滴滴；想訂酒店有攜程；想點外賣有美團；想聽音樂有網易雲；辦公有飛書，各種辦公軟件。於是結果是什麼呢？你的手機越來越複雜，軟件越來越多，密碼越來越多，通知越來越多，注意力越來越碎片化。過去20年，互聯網公司一直在爭奪同一樣東西，就是入口。因為誰掌握了入口，誰就掌握了用戶。所以每家公司都希望你打開它的 APP， 停留的更久，點擊更多，消費更多。但是 AI 出現之後，這個入口的邏輯開始崩塌了，因為用戶發現自己根本不關心哪個 APP， 用戶只關心結果。這也是很多人誤解 Agent 的地方。很多人認為 Agent 只是升級版的 ChatGPT， 其實完全不是。 Agent 真正改變的不是軟件，而是入口。過去你要自己操作軟件，未來 Agent 替你操作軟件。舉個例子，今天你準備去日本旅遊，你需要做攻略、訂酒店、訂機票、換匯、買保險、做行程規劃、下載地圖，整個過程需要10幾個 APP。 未來呢，你只需要對 Agent 說一句話：我下個月想去東京玩7天，預算3000美元，喜歡美食和動漫，幫我安排一套行程。然後 Agent 開始工作，查找信息，對比價格，生成方案，完成預訂，甚至自動調整計劃。注意哈，這個時候並不是酒店平台消失了，航空公司消失了，而是你不再直接使用它們。Agent 會成為新的入口。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。過去軟件是工具，工具不會主動工作，錘子不會自己釘釘子，
Excel 表格不會自己做報表， Photoshop 它不会自己修圖，所有的工具都需要人自己去操作。但 Agent 不是， Agent 更像一个员工，你告訴员工目標，员工負責完成任務。未來軟件的形態可能從功能軟件變成任務軟件，甚至變成結果軟件。你不需要去點擊按鈕，而是下達任務，軟件不再等待命令，而是主動執行。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說未來的軟件會消失。實際上消失的不是軟件，而是軟件界面。如果這個趨勢繼續發展，未來可能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。今天幾十個 App， 幾十個入口，未來一個入口，你的個人 AI 知道你的習慣，知道你的消費偏好，知道你的工作安排，知道你的家庭情況，知道你的目標，它幫你連接所有的服務，所有的平台，所有的資源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背後用的什麼軟件。就像今天我們打開水龍頭，不會關心水從哪條管道過來，未來的人也不會關心用哪個 APP， 他們只關心事情有沒有完成。但先別急着高興，如果未來只有一個入口，你的個人 AI， 那誰掌控這個 AI 呢？如果今天淘寶、微信不能相互分享鏈接，明天你的 agent 和我的 agent 會因為商業利益故意屏蔽對方的信息嗎？當所有的服務都隱藏在一個 agent 的背後，我們到底是擁有了一個管家，還是變成了一個 AI 的人質呢？所以未來10000天，我們面臨的不是技術的革命，而是關於自由意志的終極博弈。回到最開始的問題，軟件真的會消失嗎？我認為會，但消失的不是代碼，不是服務器，不是平台，而是我們今天最熟悉的使用方式。過去幾十年，人類一直在學習如何使用軟件，未來幾十年，軟件將開始學習理解人類。這是一次看起來不起眼，但很可能比互聯網誕生更大的變化。因為互聯網鏈接了信息，而 agent 鏈接的是行動。過去軟件幫我們獲得答案，未來 agent 幫我們完成結果。從這個角度看， AI 革命最重要的發明可能根本不是聰明的模型，而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到來，一個軟件逐漸隱形，結果逐漸呈現的時代。而當這一天真正到來，我們或許會發現，過去20年引以為豪的 APP 時代，只不過是人與機器溝通歷史上的一個過渡階段。